说他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帮爸妈挑房子，真的不是说我们有电梯就好。老人家哦，其实更在意的是稳定这件事情，稳定的生活圈哦，他们原本习惯原本的生活方式跟原本的社交圈哦，能不能持续下去，才是他们这个年纪哦会在乎的事情。那他的爸妈现在搬过去好几个月了，有事没事会回原来的社区哦，去跟老邻居聊聊天。还有讲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很细节，就是说原本住公寓不是要等垃圾车倒垃圾啊，大楼以后不是有那个环保室嘛，对不对？结果因为两条街而已嘛，他也是在垃圾车快到的时候会下去，哦，回去原本的地方倒垃圾。为什么？那边有邻居啊，有邻居可以聊天的哦，啊就这样了。这就是老人家想要的聊聊天，日子轻松又自在的生活。这种房子才是老人家心里面真正安定的选择。房贷一族拼买房，长辈梦幻宅三大关键：医院、菜市场、电梯一次到位，挑对就住到终老。先说结论哦，如果你是要买房子给长辈住，我个人是推荐优先考虑电梯大楼，再来是医院旁边，再来是附近有菜市场，这样子会比较理想。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人现在都在买大楼，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想帮长辈买房该怎么选。这次我们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帮长辈买房不只有电梯，还要考虑什么？内行铺若加上这一项会加分。那内容是这样，就是一个网友在跟妈妈聊天，那就聊到说，高雄中安市场附近有很多的新建案，中安市场就在那个凤山区中安路上哦，长这样。他很意外的就是他妈妈也觉得那边不错，然后没事可以去逛市场，还可以跟老板或其他妈妈聊天这样，所以他就回忆了一下，就是长辈好像都不喜欢逛连锁超市，就全联啦，长辈还是会去，但是你叫他去买全联的生鲜蔬果，他就觉得这个太贵哦，就是这样。那长辈很爱逛菜市场，然后你跟他说去逛菜市场有买什么吗？其实也没有，就是要逛哦。最后可能就拎一袋什么包子回来这样。然后这个原 po 就来发文说，如果未来要换房给长辈住，是不是往旧社区的新建案去看会比较适合？因为旧发展区就会有那个菜市场嘛，就可以给长辈逛，然后新建案会有电梯可以搭哦，这两相结合怎么样？那你怎么看？或是你觉得说要买给长辈的房子，除了要有电梯跟附近要有菜市场以外，有没有还要其他的东西？欢迎底下留言哦。那我个人认为哦，就再多加个医院。你没有医院，你最烂你要有一个可以拿药的诊所，这样。所以你要知道我的版本答案哦。那我自己是认为附近有市场这件事情对长辈来说的确很重要，就是他不会无聊，你知道，他就喜欢去那个市场跟摊贩在那边杀价搏干净这样。然后最好这个市场是他可以走路会到的，你就不用担心说他骑车或开车在路上去撞到别人或被别人撞到，至少走路被撞到那个几率很低嘛。另外，我也补充一个资讯给你，蛮新的哦，10月1号的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交通部公布驾照管理三策略，70岁以上缴回驾照，最高每月可领1500，就是预计从明年1月开始，如果你满70，愿意把驾照缴完给政府，政府每个月最多补贴给你1500块交通费。那实施的细则还没出来，如果你们家有老人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政府也不想要看到老人那边骑车、开车、飙车这样，又是那个一个老人开车去撞小孩子的事情嘛，想到是爆血管一次，虽然他后面自己是挂了啦，不过真的是看到是爆血管，他个老人他那烂命怎么去换这些小孩子？这可能未来国家栋梁，真的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不然动不动再出现什么80岁老翁开车爆冲撞人或自撞的新闻，那每次看到每次爆血管。扯远哦，我们讲回来，那我的版本答案叫做医院哦，医院。以高雄来说，买在高一附近没有什么问题啊。高一附近就有一个叫松江市场，走路10分钟之内就会到，同时可以解掉老人家喜欢逛菜市场跟需要去医院拿慢性病的药哦这两题，而且他不用开车跟骑车，他走路就会到了。你让他多走路多运动，对他的身体也会比较好。所以我的版本答案是在大医院附近，基本上只要这个医院够大，然后不是在从化区里头，附近应该都会发展出菜市场。
就是解掉当地婆妈买菜的这种需求，那你就瞄准吧，瞄准大医院附近的电梯大楼，这样就可以了。最后你要知道有没有更强的选择哦。那如果你要再往上提升的话，当然就是什么？当然就是大医院附近的大坪数预售屋这样。哎，新房子的耐震结构什么的，一定是越做越好，但很不好找，也很不好买，价格也会让你很有压力哦。那如果你要升级成预售的话，就要新房子吧，哦，就可以看我拍的这一集叫《退休宅不踩雷攻略》。你买预售，直接把它刻变成尽量刻变啦。现在建商不太会八音刻变，但你可以留料不施工啊，哦，直接让它变成无障碍宅这样，这样你爸妈就可以在那边住到终老。那未来你也不用卖掉哦，就是出租给有需要的租客，因为你在医院旁边，你又有电梯，又可以走路到菜市场，对老人家来说就叫梦幻一品，你知道吗？你就是一直放着就好，甚至搞不好哦，放一放，放到你自己也有一个年纪了，那你就自己来住哦，就这样。屋龄什么的，我跟你讲，真的不重要，你就没有要卖嘛。那这类的房子哦，非常的稀有。我也要提醒你哦，如果就是以高雄高一来看的话哦，它这边的房价就是有行无市啊，非常的坚挺啊。因为这边大家都在抢有钱老人的退休圣地，雷打不动的啊，无论房市好坏哦，只要有市出，往往就被人家迅速成交。他开价高就给他高，就给他贵，因为那边久久才试出一件，所以你买在这边的时候，就不要抱持着它未来会涨多少的期待哦。它房价就大概是缓步向上，你看它暴涨应该也是做不到，但它租金会涨哦，租金涨都是必然的，因为通膨哦，因为最低基本薪资往上抬，有政府的政策，那所以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稳健、很稳健的长期出租物件，你就自己爸妈住嘛，住到终老之后看怎么处置那个房子，也没什么好处置，你把它卖掉是买不回来的，所以就继续放，我就这样当你的财富永动机，这样就好了。好，那讲的差不多了哦，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帮长辈买房的考量重点。我认为考量除了要有电梯跟附近有菜市场以外，有一个关键的条件就叫做医院。你没有医院，你最烂你要可以拿药的药局哦，因为长辈大部分都会要长期固定哦去领取慢性病的药物。我每次看他们拿都一大包嘞，那怎么吃啊？真的吃得好吗？啊，如果吃得好，为什么那么多年了他还是在拿？但是领那个药是回去干嘛的啊？回去吃饱用的，是不是？不太懂哎，那个我看到会怕。哦，那离大医院近的话，有什么事情哦？要送医也比较快，这样对长辈的安全跟健康都比较有保障。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哦，那你就选医院旁边的预售屋哦，然后直接看有没有办法客变爆改成无障碍住宅，那它就会成为你家养老的好地方哦。电梯、新房子、医院旁无障碍宅哦，就变成你家的终老的地方，跟你的财富永动机。最后，我想问你哦，你认为除了医院跟菜市场以外，对老人家来说还有什么条件是很加分的？A. 社区活动中心，因为可以泡茶；B. 欢唱 KTV 哦；C. 麻将馆，可以去打麻将。哦，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哦，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哦，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哦，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哦，现在真的是比去年哦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哦，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哦，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哦，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哦。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呐、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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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哦，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哦，安呐、
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那这次的主角他叫做贝马，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工作稳定，最近也存了一点钱那想说要帮他爸妈换一间房子，因为他们还住在老公寓他想要叫他们去住电梯大楼，老人家说不用不用不用，他就是担心说爸妈的年纪也有了，然后每天楼梯爬上爬下，那有一天不小心，只要一次就好一次不小心摔跤就好，就不是开玩笑了，可能就要长照就要干嘛了所以他也会怕。那好不容易贝马终于说动爸妈去看房子没想到这才是苦难的开始。看了1间、2间、3间看的时候都说好好好，回到家以后就用一些理由搪塞过去。那贝马就觉得很奇怪，说如果你不想要换，那你跟我去看房子看房子又说好，到底是怎样？他就旁敲侧击才知道说，原来他爸妈是有想要换，但是舍不得这边的邻居，因为都认识20几年，早就变成好朋友，再加上要搬去不熟的地方，有一种抗拒感，所以他们才会一开始都好好好，后面就是想办法找理由去说不要这样。所以他想了想他就跟房仲讲说，就帮他找爸妈家附近的房子就好，只要有电梯就可以，离原本的地方越近越好，屋龄什么的都不重要。那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有报他一间房子旧旧的，但社区有在顾，不会说杂草丛生这样。重点是离现在自己的爸妈家只隔2条街，走路5分钟就到了。所以这次就带爸妈去看没想到这次他妈妈就爆出一句说，这边我知道那个谁谁谁就住这里，谁谁谁就是他妈妈的好朋友，这样看起来很高兴，所以他就知道这是稳了果然回去以后，爸妈没有跟他讲什么，讲说那边不好那边不好，他就跟他说，这边不错，我可以考虑一下主动的说我们还有一点钱不然也出一点钱完全就是不同的态度，最后也顺利成交。那他就跟我分享说，他那时候才知道说帮爸妈挑房子真的不是说我们有电梯就好，老人家其实更在意的是稳定这件事情，稳定的生活圈他们原本习惯原本的生活方式跟原本的社交圈能不能持续下去，才是他们这个年纪会在乎的事情。那他的爸妈现在搬过去好几个月了，有事没事会回原来的社区去跟老邻居聊聊天。还有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细节，就是说原本住公寓不是要等垃圾车倒垃圾大楼以后不是有那个环保室嘛，对不对？结果因为2条街而已嘛，他也是在垃圾车快到的时候会下去回去原本的地方倒垃圾。为什么？那边有邻居有邻居可以聊天的就这样了。这就是老人家想要的聊聊天，日子轻松又自在的生活。这种房子才是老人家心里面真正安定的选择。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
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